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包明。外媒评论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人工智能作战计划，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说的。近年来呢，美国军方和智库持续的对解放军在台海可能采取的战术进行分析和猜测，什么东风洗地呀、千船齐发呀、水雷封锁啊等等。但极少有人从更高的维度或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呢进行考虑。最近呢，情况有所变化，外媒发现呢，解放军提出了新的智能威慑概念。这一概念呢，是建立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战争的基础之上，将在对台作战中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把作战效能呢提升到全新的水平。上海的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倪永杰在海峡两岸台湾研究上呢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指出除了在台湾周围实施封锁以外，解放军呢还应该使用人工智能和其他的赋能技术来威慑美国和台独分子。中国军事领域已经在研究智能威慑的概念，这是在核威慑和常规威慑之外的新的威慑的维度。智能威慑为中国对台战略增加了认知层面，因为仅仅通过军事和经济的威胁来阻止台独可能是不够的。兰德公司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总结了从朝鲜战争至今中国军事战略和作战概念的演变。这项研究结果表明呢，中国的军事战略和作战理念已经从以阵地进攻或机动防御的方式对抗常规战争或者是核战争，转变为依靠信息优势进行目标中心战的主动防御。更多的情报表明，中国的国防战略和作战概念可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掌握信息优势和进行目标中心战。2020年9月份，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呢，中国正在从信息化战争转向智能化战争。新的使能技术提高了未来作战的速度。在信息化战争的背景下，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哪一方能够更快地观察、定位、决策或行动，也就是完成 OODA 这个循环。而智能化的作战背景下，主要是通过摧毁对手获取信息的渠道，夺取信息领域的控制权，来威慑对手或者是管控冲突。同时，中国一直在强化认知领域行动的 CDO 概念，即利用人工智能这些赋能技术，将舆论战和心理战整合到认知战领域。总结一下，就是中国以前的信息化战争的概念呢，可以被视为主要关注的是战争本身和军事装备领域。相比之下，智能化战争的概念将新兴的技术，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扩展到了作战层面的认知领域。外媒认为呢，中国将台湾问题归结为国内问题，有可能在战时通过散布虚假信息削弱台军的抵抗意志，打击他们的士气等等。我们看到，在俄乌冲突中，交战双方和西方国家已经在充分的利用人工智能来进行网络心理战、认知战，也就是所谓的混合战争。美国早就在利用人工智能对社交媒体上涉及俄乌冲突的消息进行监视、汇总和分析，找出亲俄的信息源进行封杀，向俄罗斯用户推送对俄方不利的消息，甚至是虚假的消息，控制和引导世界舆论和俄罗斯国内的舆论，推动舆论呢向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这实际上就是智能化的认知作战的雏形。美国也在对台湾问题进行智能化认知作战，将大陆与台湾的斗争描绘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就是典型例子。虽然这种认知作战对于大部分大陆民众来说没什么大用，但是对西方民众的影响和误导是巨大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并加以反制，加大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投入，为未来的台海战争做好准备。